为啥说 P 社玩家人均甲级战犯呢？朋友们，说到游戏中最恶名昭著的一批玩家，那肯定 P 社玩家无疑了。他们的恶行从爱尔兰到契丹，可谓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人均甲级战犯，如果把 P 社玩家本拉登、希特勒关到一个房子里，但是只有2颗子弹执行死刑的话，那我奉劝你最好朝 P 社玩家连开2枪。为啥呢？这里我们就要列举一下他们所犯的罪行。说到 P 社玩家，那什么是 P 社呢？P 社它其实是瑞典的一家公司，全名Paradox。旗下呢主要是一些历史模拟类的游戏比较知名，比如说 P 社4盟、十字军之王系列、钢铁雄心系列、维多利亚系列、欧陆风云系列。另外呢，群星、城市天际线也是他们家的。比如说十字军这款游戏，玩家呢在里边扮演中世纪的小领主。这款游戏它最重要的就是血缘传承，但是游戏中呢又经常会出现勾引偷情暗杀呀，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血缘，经常呢会出现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儿子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只要我的孙子是我的孙子就行了，我女儿的女儿还是我的女儿啊。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谋杀兄弟呀，处死儿子呀，把什么媳妇儿女儿当成商品去交易，在这款游戏里都是基本操作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赢啊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游戏的相关视频，真的是狗血的不能再狗血了。那剩下几款游戏，基本上玩家代表的呢都是国家意志。很多人打开游戏的第一想法就是先苦一苦百姓吧，苦一苦百姓，再苦一苦百姓。把什么贷款、货币贬值直接拉满，先打一仗再说。打赢了，大家努力造核；打输了，直接开下一把。税收能拉多高拉多高，人民只要能维持住自己的生活就行了，不用管他们的死活。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为啥说 P 社玩家人均甲级战犯呢？就是因为玩家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在他面前放着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冰冷冷的数字，这样玩家想要获得胜利，就只能做一些利益最大化的行为。但是呢，很多的行为就给我们的人性产生了冲击。比如说，有的玩家就把自己的税收定到了95%，但是呢，依然出现了造反的情况。这证明什么？他们只需要这5%都能养活出来自己的军队，直接把税收拉到100%，1分你都别想留。之前呢，还看过一张图，为了把这个人民识字率弄到100%。但是呢，到99%就是死活提不上去。于是呢，他把游戏里边的所有医疗设施和医院全部拆除了，活生生的把那1%给整死了。我超勇的好不好？在城市天际线中，有的玩家呢就想到了一个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最好办法，就是让城市发洪水，一条高速上建20个收费站，甚至呢还会在游乐园里头饮料免费，厕所收费。到群星里头就更离谱了，因为它的背景是一个星球一个星球的，之前那些好歹还有真实的历史背景，到这个里头，玩家就是要一个一个的进行星际殖民，什么把什么外星人做成罐头嫌自己星球上的人口太多了，一个中子炮把星球直接灭掉简直就是一个星球一个星球追着炸呀！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P 社玩家人均甲级战犯了？因为甲级是最高的。总的来说，为什么 P 社玩家会做出来这么多反人性的操作呢？还是一句话，追求高效率跟性价比。如果说我这个操作它既不违反人性，又能带来高效率的话，我觉得 P 社玩家肯定会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的什么枪毙 P 社玩家呀，也就是个梗，图一乐就行了。OK， 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